阿爹，阿爹，好了，别哭了，都是个当娘的人了。阿爹，女儿深感悔意，当时女儿就不应该一意孤行。要是我没有跟宇文护在一起，又没有嫁给宇文玉，女儿就不会牵连到阿爹了。行了，别说傻话了啊！凡事都有因果，没什么该不该的啊。哎，其实啊，这些年我也不断反反复复地想着独孤天下那个流言呢。不错，当年我的确是看到了魏帝亲自补出了那4个字啊。如果说我对这个流言一点儿都没有心动过，那也是假话呀。但每当我的野心初起之时，我就会想到因为战役而惨死的那些黎民百姓啊，我的这些豪情啊，瞬间就会化成那云烟了。唉，也或许吧，我心中的确有所不舍，所以我才没有反对你嫁给圣上。唉，我的命已经不长了，或许没有办法看到你的孩子出生，但是你答应爹，如果那孩子生下来真的是个皇子的话，你就陪着他平平安安长大，别再想着独孤天下那4个字了。啊，爹，不会的，你的身体会好起来的。别忘了，等着孩子出生，你要替孩子取名字的。圣上他的生性怯懦，又没主见，完全不是个帝王之才呀。我只希望啊，他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，再当个1年的皇帝。退位对他来说，或许是一件好事。般若，宇文护他生性犹如虎狼，你是斗不过他的。哎，我的病情不要让阿善他们知道了。哎呀，幸好啊，我早有先机呀，让他们一个个都打发到边境去了，这也算是告别过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信女独孤家国，愿减寿30年寿命，换我阿爹3年平安。你明知道这样做是没用的，干嘛还要自己骗自己呢？你知道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我也和你一样跪过，我甚至还割过手腕、放过血，想让满天神灵都听到我的祈祷，换我娘再多活1年。可是没用，不到1天，我娘就咽气了。
其实姑娘，你心里清楚，你这样做根本一点用都没有，因为天上根本就没有神灵。可你还要这样做，因为至少心里能好受一点，对吗？可是你不能再这样骗自己了，你比我要幸福得多，至少老爷还能再活2、3个月呢。你与其在这里祷告上苍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陪老爷过好剩下的日子。别愁眉苦脸的，你要开开心心的，要满足老爷所有的心愿，别让他有遗憾。这样他走的时候，才能安安心心、无牵无挂的，也不至于临终的时候还像我娘那样，拉着我的手，不可合言。阿爹，你起来了？来，喝一碗粥吧。怎么，今天不让爹在床上多躺一会儿了？您是武将，一天不动都闲得慌，我怎么敢拘着你啊？我的小伽罗现在懂得安慰爹了。哎，阿爹，快尝一尝，这可是我亲手熬的呢。哦，阿爹可要多喝一点啊。阿爹，阿爹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啊！我问过大夫了，都是虚血，咳出来就好了。阿爹，那我先去给你换一碗。等等，今天有没有看到飞哥传信回来啊？还没有。去告诉管家，一有消息，赶紧来告诉爹啊！是。阿爹，那天你跟阿庸神神秘秘的，到底在商量什么呀？你跟宇文护谈了什么条件？为什么他一下子就退兵了？等飞哥传信回来之后啊，爹就会告诉你了。好，那我去给你换一碗新的粥。好。老爷，还是回房间吧，外边天冷，老奴今晚就守在这里。要是看到信鸽，马上向你汇报，不会耽误事儿的。不了，我要在这儿多等一会儿。哎，信鸽来了。独孤信这一辈子真是没心做你呀！让伽罗到我房里来一趟吧。阿爹，你让我嫁给杨坚啊？是啊。你就当这是爹最后的一个心愿吧。可是你明明答应过我和阿庸的。
父成王现在对你的确是不错，但是未来呢？爹还是不放心把你嫁给他呀。可那天要是没有阿庸，那咱们跟圣上可都活不成了。救命之恩是一回事，但是你的终身大事又是另外一回事啊。来，你别着急，先坐下来，听爹慢慢的告诉你啊。其实啊，在你们这一辈当中啊，你阿善哥居长，但在他之上，你还有一个大哥。我还有一个大哥。当年我在洛阳的时候，高欢欲杀魏孝武帝谋逆，使我连夜护主西逃，但仓促之际，却来不及带走我的发妻如罗氏。高欢他一怒之下，就强压了如罗氏为人质，逼我交出魏孝武帝。是如罗氏他不想连累我，居然引荐自刎了。不要过来！我得知这个死讯之后，伤心欲绝，久久不能自拔呀。直到圣上降旨，我才奉旨娶了你的母亲。但时隔多年之后，我才辗转得知，原来如罗氏在他生前已经有了6、7个月的身孕了。族亲们为他安葬之时，是那个孩子命大，居然从他的娘胎里爬了出来。啊！就因为那个孩子是个鬼生子，打他出生以来，人人都避着他，只有如罗氏的侍女忠心带着他逃到了齐国北疆了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我居然还有一个叫独孤罗的长子。那这么多年了，阿爹，你为什么不把他接过来呢？我当然也尝试要把他接过来，只是啊，齐国与我大周多年交战，直到高湛当政之后，两国议和，我才立刻派人去了北疆，打听他们2个人的下落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始终没有他们2个人的消息。一直到我回京之后，族亲们才传来了消息，说打听到你大哥的下落。但是造化弄人呐！隔了没多久，高湛又因病重，齐周2国又是一场征战呐。后来族亲们才查到，原来你大哥他是因为被征召入伍，还因此受了重伤，必须要等到他伤势痊愈之后，才能够来到大周啊。那这也是好事啊。等到大哥伤好了，咱们就把他接过来。可是，这跟我的婚事有什么关系？自然是有关系的。皇上要辅成王负责2国议和之事，而我和族亲们往来的消息，就是借由他代为传递的。但你知不知道，那天在紫极殿的时候，阿庸他跟我说了些什么吗？他说宇文护死了个儿子，任何补偿他都不会接受的，只有一命换一命，他才能够善罢甘休。他知道我必须要护住圣上和独孤家你们兄弟姐妹们的安危。既然如此，唯一的选择就只有你大哥了。他还说，那孩子跟我从来就没见过面，
更谈不上有什么父子情分呢。干脆就拿你大哥的命，去偿还宇文护幼子的命。他还说，如果我不忍心的话，他可以替我出面，亲自把你大哥接来大仇。他怎么会这么说呢？阿爹，你不会真的答应他了吧？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？你大哥他从小就孤苦伶仃，我已经很愧对他们母子了，我怎么还能做出伤害他的事来呢？可是宇文护为什么会突然退兵呢？爹只能辞去宰相之职，来作为和他交换的条件了。孩子，其实阿勇他这么做，不光是为了要救圣上和我，他更为了要救你。他对你用情至深，当然会不顾一切代价的，要挽救你的性命。当宇文护和我剑拔弩张之时，他也是一时心急，才想出了这个办法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我才决定，我不能够把你交给他。你要知道啊，一个男人在他最紧要关头的时候所做出来的反应，最能显现他的本性啊。没错，他是很喜欢你，可以为了你而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，这一点我该认同他。但是要我把你交给这样的男人，爹真的不放心呢。他可以为了要救你，然后牺牲掉你自己的亲兄弟呀！如果他移情别恋了，他会不会为达到别的目的而牺牲掉你呢？他不会的。傻孩子，你怎么会知道他不会呢？爹也希望他是不会的。但是，现在身处乱世啊，你们兄弟姐妹们都必须要互相扶持，才能够走得长远。可是他今天的做法和他的行为，已经明明白白的让我意识到，我绝对不能放心的把你交给他呀。但爹想告诉你的就是，如果这件事情换成了江儿，他绝不会这么做呀。他们杨家，你杨叔父，他为人仗义，一收到了我的信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这门婚事了。而江儿他更是不差呀，就算他和曼陀的婚事不成，他也从未断过和咱们家之间的情谊。你想，像这样有情有义的好孩子，才是真正值得你托付终身的。可是阿爹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他，我不想嫁给他，我不想。爹知道，爹做了这样的决定，让你很为难呢。可是爹未来的日子已经不多了，我也只能把你交给一个爹能够完全放心的夫婿，然后再帮你们兄弟姐妹们的未来都安排妥当之后，爹也就能够安心的闭眼了。而且圣上也不到1年的时间就要被逼禅位了。
时候，身为年长的皇子，宇文邕势必会被推到风口浪尖儿啊！你阿姐已经在这场争夺皇位当中深深地陷了进去了。爹真的不希望你再重蹈覆辙呀！啊，好吗？我会等你，一直等到你出嫁那天。要满足老爷所有的心愿，别让他有遗憾，这样他走的时候才能安安心心、无牵无挂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阿爹，你放心，我会嫁给梁坚的。孩子，怎么回事？这三姑娘婚事怎么这么匆忙？不就是因为老爷牵扯到谋反的案子里了吗？那天在街上叫得那么响，又放火又死人的。唉，老爷身子不好，这马上又不是宰相了，当然得赶紧把三姑娘嫁出去了，要不然这送亲的队伍都不好看了。话是这么说的，可是明天就要成亲了，这新郎还没有影呢。我听说杨世子人在甘州练军呢，这天高水远的，肯定赶不及过来。听说杨老郡公先把更帖和婚书给带过来，反正杨家在京城都有宅子了，先让三姑娘嫁过去，这成亲的时候就先和姑爷的衣裳交拜就行了。跟衣裳交拜，这怎么能成呢？那三姑娘太可怜了。说什么呢？说够了没有啊？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干好你们的活，瞎说什么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们说三姑娘坏话。干嘛呢？瞎嚼什么烂舌头啊！啊，好好干活不知道吗？你先去啊！我教训他们去吧啊！好好干吧。是。抓紧时间了啊！世人就没有不多嘴的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我现在哪有闲工夫管他们那么多？只要阿爹能高兴，别说让我嫁人了，哪怕让我现在马上去死，我都不会皱一下眉头的。你别说的那么吓人，成亲好歹也是喜事，而且我也打听过了，这个杨世子啊，长得还挺不错的，是个好人。他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只怕他现在心里也不好受吧。明明心里只有二姐一个人，却被逼得硬要娶我。怎么会是被逼呢？说不定他也心甘情愿啊。我跟他吵过那么多回架，他什么性子我还不清楚啊。他是不会喜欢我这样的野丫头的。一定是杨叔父顾及跟阿爹几十年的兄弟情谊，才硬逼着他娶了我。不过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更要体谅阿爹的一番心意。这件吉服还是之前为了要嫁给程表哥准备的呢，现在居然用上了。没想到，才不到1年的时间，二姐就成了表哥的继母。我反而要嫁给以前的准二姐夫。我现在突然有些明白，阿姐当时说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挣不过命，是什么意思了。
你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了，命运它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头，哪有什么争不争得过的？你想开点吧，明日要拜堂，需要准备的事儿还多着呢。哪有什么事儿啊？你以为很多人都会来看我成亲，看我笑话？我说你啊，能不能别总说这种晦气话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就别管了。我知道，我得坚强，我得平静，我得欢欢喜喜、镇镇定定的嫁去杨家，好让那些想看我们独孤家笑话的人都瞠目结舌。可是现在，我离刀枪不入还差了那么一点点。东区，你就让我再软弱一会儿，再自嘲自讽一会儿吧。我向你保证，明天出嫁的时候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，一定不会让阿爹担心的。我才懒得操心你呢。要不要我帮你跟辅成王带句话？不用了，他现在多半已经知道。岳父就是这么安排的，阿勇，你别再多想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来来，走走走，怎么了？太医，太医，快！哎呦，都怪寡人。如果当初寡人听了岳父跟皇后的劝，也不至于阴差阳错。我其实已经劝过爹好几次，但他一意孤行，加上他的病又重，我实在……阿勇，你要怪就怪我，你千万不要怪伽罗。皇上皇后，你们不必如此，我谁也不怨。要怨，就怨我自己情深缘浅。丞相说的对，我天性凉薄，又寿数不长，的确不是他能放心托付爱女的东床。其实早在出那个主意的时候，我就应该知道，如此卑劣的主意，丞相又怎么能喜欢呢？阿勇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要这么说，让我这个罪魁祸首情何以堪？阿勇，我和伽罗还真是没有缘分，一路多少波折都走了过来，临到最后，却还是要眼睁睁地看着她嫁作他人妇。皇上，皇嫂，臣弟有一事相求，还愿你们答应我。你起来再说。你是不是还想再见伽罗一面？
阿爹。佳罗，你今天真是漂亮啊！比起当年你母亲嫁给我的时候，还要更美啊！阿爹，你不要这么伤感嘛。我只不过是去杨家住2天，等到3朝回门的时候，就又能回来陪你了。哎，你一个才过门的媳妇儿，哪能有每天跑回娘家来的道理呀？不怕不怕，天高皇帝远，反正杨坚这会儿也管不到我。哎呀，你都是一个要出嫁的孩子了，可不能再这么淘气了啊！啊，老爷，姑爷迎亲的人来了。啊，还是杨家的人周到啊，怕你和冠父拜堂心有抱憾呐，所以就派了一位远亲前来代行迎亲之职啊。姑娘，该不会是要和他拜堂吧？哎，夫婿未至呢，可与族人代为行礼，这也是咱们北朝的旧俗。放心吧，等拜礼之后，他自然就会离开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也吹乱我的心，只一次相遇，却换一生铭记。为君一生情，是爱你的宿命。琴瑟和鸣，两性友好，戒之敬之，夙夜无违。有我的心，换你是传奇。那塞外的风雨繁华声，不经意辗转一生，回头看着风景，始终为你的。哪怕爱你世间梦已冷，愿陪你浪迹一生。那青山这古城因为你而变得不同。风吹乱雨滴，也吹乱我的心。请雀山。只一次相遇，却换一生铭记。为君一生情，是爱你的宿命。封存了回忆，今生只愿为你。那塞外的风雨繁华声，请饮合卺酒。辗转一生，回头看着风景，始终为你等。哪怕爱你世间梦已冷，愿陪你浪迹一生。风云灭，繁华谢，这份情
有劳郎君了。今晚有劳公子了，些微薄礼，还请您笑纳。殿下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他虽为弃养父，但我却只为跟他饮了这杯和亲酒，终身便再无遗憾了。这不是吗？因为有你为我们作证。对不起了，不过还是谢谢你。等你从京城回来以后，我再请你喝酒赔不是。没关系，只要不让外面听见就行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国，骑术给孤独园于大比丘，众卿250人去。哎呦！如来说诸行，切为非行，是名为行，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佛说微尘众，既非微尘众，是名为尘众。一切有违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
下，姑娘已经睡着了。明天她还要应对这里很多下人，你们好好帮帮。谢谢你。